嗰一杯黑咖啡咧係已經有差唔多成半公斤嘅碳排放㗎啦。大概一半到嘅咖啡現時嘅種植地咧，去到2050年度咧就會唔再適合去種咖啡㗎啦。有差唔多成1/3嘅全球嘅溫室氣體咧，其實都係由嗰個糧食供應系統而嚟嘅。AI 呢個人工智能嘅科技咧，其實而家已經開始係應用緊喺呢個農業裏邊㗎啦。我哋手裏邊嘅呢一杯咖啡咧，其實係聯繫住全球幾百萬嘅農民啦、大自然啦，同埋我哋氣候嘅未來嘅。Hello，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 CHK Podcast。我係嚟自地球與環境科學系嘅學生，亦都係今日嘅主持人 Alon。今日我哋將會同大家探討一個息息相關嘅話題，就係咖啡啦。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咖啡可以話係生活嘅必需品。佢唔單止係我哋嘅精神食糧，更加係一種生活美學。咁究竟氣候變化又會點樣影響你同我手上嘅咖啡呢？咁今日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同樣係嚟自地球與環境科學系嘅戴沛權教授 Amos 嚟到同我哋去解釋氣候變化同農業以至係全球糧食供應鏈嘅關係。歡迎 Amos。Hello， 大家好。咁喺節目開始之前，提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social media， 咁樣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嘅最新消息㗎啦。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今日嘅討論咯。咁 Amos，我哋頭先開場白嘅時候都有講啦，即係今日嘅主題就係即係用咖啡作為一個切入點啦。咁其實氣候變化本身啦，係點樣影響緊我哋成個咖啡產業鏈呢？其實咧，咖啡樹或者咖啡豆呢樣嘢咧，本身係對於呢一個天氣咧係好敏感嘅嚇，所以當呢一個全球暖化發生緊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嘅咖啡樹啦，例如我哋成日都好中意飲嘅 Arabica 呢啲比較即係名貴啲或者好多人都中意飲嘅咖啡咧，其實喺全球暖化底下咧，係會越嚟越多呢個蟲害啦，或者係病害嘅，無論係真菌或者細菌而嚟嘅病咧，都會係越嚟越嚴重嘅，咁就當然會影響到佢哋嘅收成啦。有一啲嘅研究咧就話其實差唔多有大概一半到嘅咖啡現時嘅種植地咧，去到2050年度咧就會唔再適合去種咖啡㗎啦。不過咧，有一啲嘅地方可能咧就因為以前種開咖啡就變得越嚟越暖，唔再種到咖啡啦。但係相反咧，又可能會有啲地方咧係因為而家變暖咗咧，就會適合去種咖啡嘅喎。例如好似中國嘅雲南啊、中美洲嘅一啲高地，又或者甚至乎係非洲南部嘅一啲地區咧，可能因為而家咧佢係暖咗啲，就更加係個天氣係啱去種咖啡嘅。不過呢啲咁嘅新地方係咪真係去適合種咖啡咧？其實都要好睇當地咧係咪有足夠嘅設施啦、水分係咪足夠啦，同埋其實再去種呢一個咖啡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到當地嘅生態嘅？咁所以我哋去諗係咪有啲地方可以而家變得係適合種咖啡，我哋就去種咧？其實都要好考慮嗰個新嘅土地利用係咪符合呢個可持續發展嘅元素咯。其實係嘅，即係都可以話係個咖啡嘅種植嘅產業咧，其實都係好受到大自然嘅影響啦。即係包括可能我自己我都有睇到一啲新聞啦，即係有啲咖啡生產國，譬如可能講喺越南啊、埃塞俄比亞，其實佢哋都受住一啲自然災害嘅影響，譬如旱災啦，導致佢哋嘅咖啡豆嘅產量其實都係急劇下降啦。咁而喺咁多呢啲嘅影響疊加之下，其實我相信損失最大嘅一班人咧，其實莫過於都係一眾嘅咖啡農啦。你又會覺得對於佢哋嚟講啦，其實佢哋面對緊最大嘅挑戰，其實係啲咩咧？不如我哋先由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咖啡嘅農民，有一啲嘅比較我哋叫做 small farmers 或者叫做小農嚟到去講起先啦。其實佢哋咧最大嘅挑戰就係好難去適應到嗰啲咧，即係持續不穩定個極端嘅天氣啦，同埋嗰啲天氣嘅變化嘅。係啊，你可以諗下，以前咧可能嗰個雨季同埋旱季咧係好清楚嘅，一時就雨季，一時會係旱季，但係可能係跟循嗰個大自然嘅規律嘅佢哋都係適應到嘅。哇！但係因為而家個氣候變化之下咧，個雨季可能係完全係亂晒龍嘅，有時根本上咧係令到嗰啲農民咧都係無所適從嘅。咁當然嗰個咖啡樹根本就係即係接受唔到或者係頂唔順啦。所以有啲嘅研究咧都估計，其實喺氣候變化嘅影響之下咧，喺中美洲呢啲盛產咖啡嘅地區咧，可能有2至3成嘅收成咧都係受到影響嘅。不過咧，除咗小農之外咧，其實 even 一啲大型啲嘅我哋叫做 plantation 啦，可能係啲大嘅農場咧，其實都會受影響嘅。雖然佢哋嗰個嘅設施可能係會好過一啲小農啦，咁但係佢哋一樣係會受到咧呢一個氣候變化所影響。尤其係當佢哋喺大片嘅農地裏邊咧，都係淨係種同一種嘅作物，例如咖啡咁樣啦。其實咧嗰個生物多樣性咧係好低嘅，而佢哋嗰個嘅農田咧，亦都係特別容易受到呢一啲咧即係極端嘅天氣啦，
或者頭先所講嘅一啲蟲害咧，係影響佢哋咧個土壤咧係特別容易係受侵蝕啦。所以其實咧一有呢一啲嘅災害影響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有好大程度嘅損害咯。而喺另一個層面嚟講咧，其實呢大農場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即係僱用一啲農工啦嚟到去幫佢哋種植嘅。但係其實往往呢一啲嘅大農場咧，都係對呢啲農工有好多嘅壓榨啦，係啊，可能係佢哋會賺到好少嘅錢啦，同埋喺氣候變化嗰個嘅影響之下，其實佢哋喺室外呢啲地方去種植咧，其實係越嚟越頂唔順嗰個好熱嘅天氣，對佢哋嘅健康咧都係好受損嘅。所以無論其實係呢啲嘅小農定係一啲大嘅農場咧，喺氣候變化嘅影響之下，都係喺環境啦、社會啦同埋社會公平呢一方面咧，都有好多唔持續嘅因素喺裏邊咯。即係有挑戰啦，自然都會有 solution 啦，即係我哋都係會想揾方法去解決嗰啲嘅問題啦。咁其實面對氣候變化嘅挑戰啦，其實咖啡農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去應對呢啲嘅困難咧？咁不如由呢一個適應去講起啊。其實而家有好多嘅農民咧，都已經係用緊一種叫做混農林業嘅方式，即係 agroforestry 咧，嚟到去即係幫呢個咖啡葉咧嚟到去適應氣候變化嘅。其實即係咩嚟嘅咧？就係喺咖啡園裏邊咧，係種多啲樹嚇，即係話喺嗰啲咖啡樹嘅側邊咧，就種好多啲比咖啡樹高嘅樹。咁可以用嚟做咩咧？嗰啲樹其實咧就可以用嚟遮陰啊嚇，可以遮住啲咖啡樹咧，令到佢哋可以喺陰之下咧嚟到去生長啦，咁就可以減少個溫度啦，亦都可以幫助咧減少佢哋嗰個水分嘅流失，冇咁多水分可以蒸發到啊！咁其實 in a sense 咧，其實就係幫到嗰啲咖啡樹咧，可以適應到嗰個持續嘅增加緊嘅溫度嘅。而呢一啲咁樣嘅樹咧，其實一方面又可以令到嗰個水分唔會咁容易去流失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係抓跟住嗰啲泥土令到嗰個土壤嘅侵蝕咧就唔會咁嚴重嘅。同一時間咧，亦都可以令到成個咖啡園咧可以吸到更加多嘅碳嘅喎。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有好多農民咧，亦都係開始用一啲叫做精準農業嘅技術嘅。嗱，即係話咧，佢可能係用到一啲無人機啦，或者一啲自動化嘅監測器啦，嚟到去咧真係恒常嘅嚟到監測住土壤裏邊嘅水分，或者係咧即係地表面嘅溫度啊，讓到佢哋咧可以更加精準嘅嚟到去施肥啦，同埋做灌溉嘅。咁樣咧，其實一方面咧可以係慳到資源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個收成去增加啦，亦都令到成個咖啡葉咧可以更加適應到咧呢個氣候變化，對氣候變化有更大嘅韌性嘅。頭先即係聽 Amos 講啦，即係都有一啲嘅策略啦，其實都聯繫到科技喎，即係譬如有講到精準農業，即係 precision farming 啦，即係都牽涉到一啲對於機器嘅應用啦。你覺得AI 嘅應用啦，其實會唔會都幫到手咧？即係你覺得 AI 會唔會都有潛力，或者有佢嘅發展空間，係都可以幫到咖啡農，或者幫到成個業界去解決即係而家因為氣候變化而衍生出嚟嘅一啲挑戰咧？呢個真係個非常之好問題。其實 AI 呢個人工智能嘅科技咧，其實而家已經開始係應用緊喺呢個農業裏邊㗎啦。係尤其係頭先所講精準農業咧，係好需要用到呢一個 AI 嘅科技嘅。點樣咧？其實 AI 嘅科技好多時候就係講緊大數據啊嘛，就係可以喺唔同嘅地方裏邊都採集好多嘅數據咧，而運用到呢啲數據之間嘅關係即係同呢一個環境嘅唔同變數之間嘅關係咧，嚟到去為可能係農業啦、種植啦，可以提供更加好嘅一啲預測，同埋咧係可以咧預防某一啲嘅災害，或者係俾到農民咧可以更加好嘅防禦措施啊嘛。咁所以其實咧喺 AI 其實可以用嚟做乜咧？就係可以去一方面我哋喺地表面有好多嘅監測儀器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有呢啲叫做遙感啊，無論係衛星嘅數據啦，或者係啲無人機可以咧去拍攝翻嗰個嘅即係咖啡農場裏邊嘅一啲狀況啦。總之係多方面嘅數據結合之下咧，其實人工智能就可以幫我哋去睇下究竟預測到究竟幾時呢啲嘅咖啡樹係需要更加多嘅資源嚟到幫助佢哋去應對一啲變化緊嘅天氣各樣嘢。咁所以其實咧呢啲科技係好可以用到嚟幫助農民咧嚟到去預測，同埋咧嚟到去應對咧一啲持續改變緊嘅環境狀態咯。咁睇嚟 AI 都好有發展嘅空間，非常之大嘅係啦，咁空間，係啊。係啦，咁所以其實變咗即係有好多嘅方法啦，我哋都可以去即係應對㗎。其實而家氣候變化對於農業，即係尤其是係咖啡種植產業嘅一啲影響啦。咁你都可唔可以即係同我哋講解一下啦？其實咖啡生產係點樣加劇整個氣候暖化咧？以至係我哋作為消費者，我哋對於咖啡嘅需求其實有扮演緊一個點樣嘅角色咧？
頭先咧都講咗好多啦，究竟你咖啡嘅農民點樣可以咧提升到佢哋去抵抗或者應對氣候變化嗰個嘅能力同埋韌性啦？但係同一時間，其實咖啡農咧都可以做好多嘢咧嚟到去減少佢哋到氣候變化同埋對呢個環境嘅影響嘅喎。農業自己本身啊，就已經係呢個氣候變化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推動力嚟㗎。有差唔多成1/3嘅全球嘅溫室氣體咧，其實都係由嗰個糧食供應系統而嚟嘅。我哋手揸住一杯嘅咖啡嘅時候咧，如果一杯黑咖啡咧係已經有差唔多成半公斤嘅碳排放㗎啦嚇。如果你加埋牛奶去即係沖一杯 cappuccino 咁樣咧，其實嗰個碳排放係接近差唔多係1公斤嘅，已經係等於你揸車咧揸幾公里㗎咯喎。我哋每一杯嘅咖啡咧，其實背後咧都有好多嘅即係碳排放喺裏邊啦。其實嚟自邊一度嘅咧？咁當然係包括我哋要去砍伐林木嚇，砍伐完個林木咧就去種咖啡。咁呢個過程一定會有好多碳排放，因為我哋斬咗好多樹啊嘛。另外，其實我哋要用嘅施肥啦，我哋要去用灌溉啦，同埋成個嗰個加工嘅過程啊、運輸啊，去即係令到佢process 佢啊，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嘅能源係需要用到，咁所以有好多嘅碳排放咯。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咧去飲一杯咖啡嘅時候，原來係聯繫到喺可能地球另外一個角落嘅種咖啡嘅人，可能原來咧，如果我哋揀嗰杯咖啡唔係一啲我哋所謂嘅可持續啲嘅地方而嚟嘅話咧，其實可能我哋係變相啊，係即係推動緊一啲大嘅農場去壓榨緊佢哋嘅農工啦。同一時間可能你亦都係對呢一個砍伐林木啊，或者呢一個碳排放啊，係有嗰個推動力喺背後嘅喎。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咧都有嗰個嘅角色喺裏邊嘅。講我哋平時買一杯咖啡啊，但係我哋嘅 carbon footprint 啊，其實唔係淨係講緊我哋買嗰刻啦，其實可能聯繫到係由嗰粒咖啡豆佢哋種植嘅過程開始，其實就已經即係個 story 已經係開始緊，一路聯繫到可能去到鋪頭個咖啡師沖嗰杯咖啡，其實一路都有碳排放嘅產生啦。所以我哋平時咧可能都冇諗過，原來我哋手裏邊揸住一杯咖啡去飲緊嘅時候咧，原來係聯繫緊世界另一個角落嘅農民啦，或者當地嘅生態嘅所有嘅生物㗎喎嚇。即係可能我哋咧去追求呢啲好平價嘅咖啡嘅時候咧，原來變相可能係幫助緊一啲嘅大農場去壓榨緊佢哋嘅農民啦，亦都係即係可能推動緊嗰個嘅林木嘅砍伐，破壞緊當地嘅生態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咧，個影響力其實係可以好大嘅。咁其實咖啡農夫啦，佢哋又可以做啲乜嘢去減緩咖啡生產對於環境嘅影響呢？咁當然啦，農民咧自己有好多嘢可以做嘅。頭先都有提過㗎啦，其實呢個混農林業咧已經係好多地方咧已經開始推廣緊啦。咁樣其實可以幫助到咧當地有個更加高嘅呢個農業生態嗰個多樣性之外咧，係可以令到成個農林業咧都可以係即係更加具呢個氣候變化嘅韌性啊，幫助到呢一個咖啡業咧適應到氣候變化。但係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好減到碳嘅嚇，亦都令到嗰個土壤啊各樣嘢都係受到保護啦。咁都會幫助到佢哋咧。係減少對環境啊或者呢個溫室氣體排放嘅影響嘅。咁另外啦，當然我哋好多人都知㗎啦。咁其實如果改用即係有機嘅肥料啦，即係唔好用化肥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可以減少嗰個咧即係溫室氣體嘅排放啦。咁喺其實頭先有提過灌溉都有好多嘢可以做㗎。係啊，其實你用混農林業就已經可以用少咗水啦。但係另外如果我哋可以用另外一啲灌溉嘅方式，好似滴灌咁樣啦嚇，咁亦都可以又慳水啦又慳電嘅嚇。咁仲有啦，其實亦都可以好農業一定有好多嘅廢料或者廢水咧，要處理嘅。如果好好咁處理佢咧，亦都係減少對周遭個生態嘅影響。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農民之間嘅合作社啦、NGO 同埋其實政府咧，都喺度幫緊唔同嘅農民、大小農民咧嚟到去提升佢哋嘅技術咧，幫助佢哋應對氣候變化，亦都幫助佢哋咧緩減成個咖啡業對環境嘅影響嘅。除咗咖啡農民佢哋自己可以 take action 之外啦，咁其實我相信喺一整個嘅咖啡產業鏈入面咧，其實都牽涉到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啦，即係你頭先都有講到政府啊、NGO 啊，咁當然啦，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咁當然就係我哋作為消費者本身啦。咁我哋其實作為消費者啦，我哋又可以點樣嚟運用自身嘅購買力去推動成個咖啡產業嘅可持續發展呢？其實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咧，只要願意咧係多啲留意啦，係啊，我哋嘅選項咧其實係好多嘢
嘢可以幫到手嘅。例如啦，我哋可以真係睇下啊，究竟佢有冇一啲叫做可持續嘅認證嘅咧嚇，包括啊係咪公平貿易而嚟嘅咧嚇，係咪有機嘅農業咧啊，同埋咧其實有一個叫聯盟咧叫做 Rainforest Alliance 嚇，雨林聯盟嚇，其實佢哋都有份幫手去認證啊，究竟啊嗰啲咖啡係咪喺一啲可持續嘅地區，或者係唔係真係砍伐好多林木之後咧而種植而嚟嘅咖啡咧？其實有呢一啲嘅認證，當我哋去揀嘅時候咧，盡量揀一啲我哋知道咧背後係少啲對呢個人農民嘅壓榨，亦都有少啲對環境嘅影響咧。其實市面上都有啲咁樣嘅選項嘅。另外，可能其實你都未必知啊。香港其實係有種咖啡嘅。如果我哋咧多啲去即係支持本地烘焙、本地種植嘅咖啡嘅話咧，其實已經減少到嗰個運輸而嚟嗰個碳排放啦。咁當然啦，頭先都有提過啦。其實如果你飲黑咖啡落少啲奶嘅話咧，其實本身都可以係即係減少你嗰個嘅碳排放，或者係對環境嗰個影響嘅。又或者你可以考慮唔用牛奶而去用一啲植物奶嘅啊，咁背後嗰個嘅碳足跡或者係嗰個水足跡咧，其實都會少好多嘅。咁到最後啦，其實我哋都係諗下啊，會唔會其實有啲嘅咖啡店啦，或者呢啲咖啡供應商咧，其實係真係同農民或者係同咧即係嗰啲即係可持續地區去即係種植嘅地方係有聯繫嘅。咁我哋可以多啲去支持嗰啲去品牌咯嚇。所以其實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咧係有好多好多嘢咧可以做，而我哋嘅每一個購買嘅呢一個行動，其實就係一個 signal 啊，對市場一個訊息。我哋有呢個咁樣需求，對可持續咖啡嘅需求嘅時候咧，自然其實成個產業鏈咧就會可以有改變啦。除咗農民啦，同埋可能我哋作為消費者本身，我哋有啲嘢可以做之外啦，咁其實會唔會都可以即係從一個宏觀嘅角度去講下，其實我哋社會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去為即係整個咖啡產業鏈去實現可持續發展，以至可能對於提高整個咖啡產業鏈嘅可持續性呢一樣嘢本身，其實會唔會都對於其他即係唔係淨係講咖啡，可能對於整個全球糧食系統，其實會唔會都帶嚟一啲嘅啟示咧？但其實中間成個產業鏈咧，其實都可以咧去被改革咧，變成係更加可持續嘅。無論係政府啦、商界啦嚇，定係其實成個公民社會同埋成個嘅即係我哋每一個嘅消費者啦，都有好多嘢可以做。例如政府可以係有更加多呢個產業上面嘅科技上高嘅一啲嘅支援啦，亦都係提供係成個碳市場裏邊嘅好多嘅機制啊嚇，或者係為一啲嘅農民去提供一啲可能叫做氣候嘅保險啊。當然，所有嘅企業可以咧真係更加多投資喺一啲綠色嘅或者係可持續啲嘅即係供應裏邊啦嚇嘅產業裏邊嘅嚇。所以其實成個嘅供應鏈咧都可以有好多地方咧可以係被改革嘅嚇。其實喺咖啡業裏邊咧已經不斷係慢慢咁樣去朝住嗰個方向去發展㗎啦。而呢我咖啡業裏邊做緊嘅嘢咧，我相信其實喺好多其他嘅作物裏邊，或者甚至乎成個糧食嘅供應系統裏邊咧，好多嘢其實可以借鏡嘅喎。啊，例如頭先所講嘅嗰個供應鏈裏邊嘅一啲嘅透明度啦，因為其實咖啡成日都講啊，邊啲係公平貿易啊，邊啲係即係雨林聯盟嘅認證啊。其實呢一啲喺其他嘅作物咧都可以去借鏡嘅喎。啊，呢啲咁樣嘅認證制度可以令到成個產業鏈比較係透明度高啲，讓消費者知道咧究竟自己揀緊啲乜嘢咧。其實咧咖啡業係做得比較前添嘅，可以話。咁另一方面啦，頭先有講過啊，農民佢哋嗰個農業嘅生產同埋嗰個大自然嗰個結合啊，呢啲嘅再生嘅農業啊，或者呢個農林嘅混合啊，其實都好可以應用喺咧其他嘅作物裏邊咧，嚟到幫助其他嘅作物嘅嗰個農業鏈咧，係可以更加保護到嗰個生態嘅環境嘅科技。嚇，同埋呢個傳統智慧結合咧，都係可以應用喺其他嘅即係作物裏邊啦，令到咧嗰個傳統嘅文化可以保留得嚟咧。一方面亦都可以令到嗰個咧生產量可以提高，亦都令到成個嘅生產鏈咧可以係更加可持續性嘅。即係我諗其實最重要一個命題咧，都係即係社會點樣去即係總結經驗啦，即係去令到我哋整個農業系統嘅發展可以邁向一個更加可持續嘅未來啦。係啦，咁我哋今日其實都即係講咗好多啦嚇，即係內容都好豐富。咁我諗都差唔多時間可以做個總結啦。咁如果你想今日嘅即係觀眾淨係記住一樣嘢嘅話，你希望有啲咩嘅 message 你想帶到出嚟咧？好想大家咧可以今日咧，就算你唔記得其他嘢都好，記住一樣嘢，你手裏邊揸住嘅呢杯咖啡咧，其實係聯繫住世界裏邊幾百萬嘅農民啦、大自然啦，同埋我哋氣候嘅未來嘅。所以你下一次去揀你手裏邊係飲邊一杯咖啡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反映緊你自己自身嘅一啲價值
同埋你想要一個點樣嘅世界咯。非常之多謝 Amos 係啦，今日嚟到節目當中啦，同我哋分享佢嘅專業知識啦，同埋見解。咁亦都希望各位觀眾啦，能夠喺今集嘅 podcast 上面咧，能夠有所啟發。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咁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出去俾你嘅朋友仔睇啦，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咁下一集我哋將會邀請更多嘅中大人嚟到為大家帶嚟更精彩嘅內容嘅。咁我哋下集見，拜拜。